本来说不改的，通通改。上瘾了吧？改车的人都这样。每个大都出尔反尔。好，不要讲了，可以吗？不要讲了。好嘞，继续走。我们在 CLA 现在进场，车主订了全套的宽体回来。不过这套宽体呢，我们开箱之后感觉起来，就是它材质跟它的用料好像有点阳春一点哦。我们装就知道，应该是密合度是没办法装起来的，没有问题。我们其实有办法修嘛。这次的 CLA 会改成全车，我们宽体套件再加上我们帮它定做的4颗锻造圈，不要再用轮距电宽气垫，车子变宽体之后，铝圈直接上车，都不用垫垫片，完全垫满。那车主很喜欢这种有纯的设计，让它骨头的搭配哦，整台车啊在施工之后，这台 CLA 会变什么样子？走啦。这是施工的轮毂，是造型比较简单的款式。你现在看到师傅切割车身的画面，就是将来为了把轮框垫出车外所做的工作，就是宽体工程，俗称打爆龟。至于要切掉多少钣金，切割后如何强化结构，如何做好防锈，这就考验店家的功力了，及师傅的耐心。这是一组特别量身定做的19寸锻造铝圈，其目的就是让铝圈能够不用靠垫片就能直接拉出轮子，进而切齐轮毂，达成爆龟的视觉效果。再来就是空力套件的试装阶段，首先师傅会先找到并测量轮毂适合安装的位置，如果遇到不合或是角度有问题，就要透过手工修改，让它能够顺利而且完美的安装上车。这地方非常考验师傅技术，任何不密合的缝隙、开关门的角度、加油盖能否正常开关、缝隙是否头尾一致，都必须修到完美。其手工修饰细节部分，连固定螺丝的凹痕、孔位之间的距离都要精准测量，还要保持左右对称。烤漆完成后，师傅换上更美观的白铁内6角螺丝固定回去。可以看到每个螺丝都有自己的凹槽，都是手工做出来的。看似简单安装螺丝的动作，其实都要小心谨慎的安装，稍有失误都可能划伤烤漆。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碳纤维下巴的定做，侧裙另外再加出来的就是切齐前后轮量身定做的套件，再加工成碳纤维。更换新的前保，当然也定制了加宽的碳纤维前下巴，下巴的高度跟宽度以及样式也是依照客户希望的尺寸制作，左右的小风刀都量身定制，以及加宽并且加低的后下巴，主要就是增加宽体跟保杆间的协调感，以及配合气压放低后的视觉效果。引擎盖的安装一样要修改它的密合的，凸出来的部分磨掉比较简单，但是缺少的就必须用玻璃纤维补回去。不建议用补涂补缝，将来会有皲裂的风险。装好清洁后，就交给改车达人杨哥撸。整台的质感就是这些细节。老板，今天声音有点怪。今天非常有磁性，对不对？对吧？是感冒啊？我老实讲，我现在喉咙，我真的跟太多人讲话，喉咙讲到沙哑。那观众听了应该真的很痛啊，不好意思嘞，从来没有过嘛难得一下。那还是我不讲好，不要讲了，可以吗？不要讲了。好嘞，继续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又来到了杨哥讲评时间。这其实曾经是当红炸子鸡的 CLA AMG， 今天这台车改好，这台车其实它是陆续一直进场做这一套。是大陆来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车子做了一个铝圈，这个锻造圈做了以后呢，就是没有要降低，卡钳也没有要改，就只是做个爆轨，也没有装下巴，也没有要改引擎盖。我这样讲这坑很大，对不对？一个一个来，都没有。现在怎么会变这样，我也不知道。老实讲，水准还不错。这台车到底改了些什么东西？其实这个车头呢，其实不外乎就是改了一个直瀑水箱罩。这黑化直瀑水箱罩已经不是很稀奇的事情了。老实讲，比较耐看款，因为原本的45是属于一线一新的真的比较有年纪了。因为现在宾士都已经是直瀑式的。前保呢就改了一只 A45的前保杆这一只是另外再帮它改装的，因为原本这个是 A250嘛，那这个车头是 A45的前保，另外帮它定做了一个手工的这个风刀，还有下巴。当初做到这么大，就是直接对应这个爆轨宽体来做了。这个下巴这边有看得出来有一段相当的间隙，然后车头部分呢也有往前做一个侵略，但是不能太长，下坡就天天就烤到。原本来的时候前保跟下巴就已经烤坏，这个是定做的不要凸太多，可是要有凸的感觉，没问题。OK， 这设定还不错，这次我还是2公了。因为上次的爆龟呢，我们是做了烤漆没错，可是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材质太阳一晒后就波浪。这一次我们是重新把它做过新的强化，因为之前爆龟非常的软嘛，非常软，所以太阳晒它很容易波浪。CRB 灯降下去之后，我们来看这边都做到100，这就是2公部分做的地方了。上次没有要降下来，没有必要算到这么精准。双面锻造圈，然后说不改卡钳的现在也改了 ，Brembo 的 F55大式活塞了，19寸的锻造圈大概大小应该是在对应的话是345，前后轮接触都是8节，前轮是正7。但是本来说不改的，通通改。上瘾了吧？气压说不改的杨哥不用气压不用那个。改车的人都这样，每个大都出尔反尔。
好，其实内部的部分没有什么特别要讲的、我们要讲的地方应该就只是帮他做了一个这个 Free Air 的气压避震器哦，本来不是说好不改的嘛，又改了，基本的就是双马达的，其实还蛮安静的，然后升降还蛮快的哦，3段可以，比如说这个就压低，我一按就压低了，一按车就降低了。那记忆功能嘛，随时可以记忆，有全放，就想放到0也是可以的。当然这个就是看车主喜好自己去设定。重点是这次修正的，包含这个螺丝你来看一下，这每个地方螺丝孔都是雕出来的。这个白铁螺丝这样搭配起来，质感其实非常漂亮。后续手工在2工的时候重新设定的，所以目前你所看到的，包含这个烤漆的光泽度还有密合度、质感，包含螺丝都做得非常漂亮。侧裙也是特别为它定做的，这个是我们家保时捷款的侧裙拿来修改给 CLA 用的。前轮的宽体跟后轮的宽体全部做一个拉直的动作，前端是上下，后面是勾成一个气口。视觉上面来讲呢，它把前后轮拉起，把宽体切起，会让这台车看起来整体性完整更好。后爆龟呢也是一样，这是2工的部分，一样螺丝重新设定过，都漂亮，密合度都做好，平整度、光泽度都做得非常好，漆面做得很漂亮。从这边门缝一路修的爆龟修下去每个地方细节都做得非常的仔细，光影效果也不错。那密合度看一下后轮这边，都是手掌印，擦一下，好干苦又摸到了，又摸到了啊！就这样不管了，就这里面看得出来都非常一败，有没有？这边空间都非常的，都已经接近，几乎是贴近了，大概只剩下5米左右的空间了，我们都已经把它修到极限。好，我们现在镜头带到后面了，我们来讲一下后面做了些什么。后下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车主来的时候，这个后下就已经是改好的 A45 改装样式的一个经典款A45 的后下有非常多选择，这种是比较属于中度，还没有到最夸张，夸张真的蛮夸张的。这一支应该是 Bubbles 款的吧，来也是有做，但是有伤，这支有受伤，而且光泽度不好。这支经过我们的处理重新把它翻新，整理完，亮度跟密合度都修正得非常漂亮。定做了3片式的下巴，来这边有个下巴，右边这一件呢看起来有一个勾起的动作，把这个保杆拉宽，让它跟轮子之间的误差尽量缩小。从这边看其实蛮漂亮的，有没有？把它拉宽裸露出来，但是这个已经有让保杆拉宽的效果了。包住它的排气管，再搭配是1件式的下巴，这一件呢再另外装，所以一共是分3件式，把这个后保整个放大出来，看得出它有宽体。然后我们这样看，从正后方看。看得出轮子出来，做一个镂空的动作，其实这样看还蛮好看的。黑色的车真的是很重漆面跟烤漆。我们讲一下引擎盖，这次也改了一块引擎盖，我们看一下车头部分。引擎盖我们没有打算要开模，这引擎盖其实确实也就是套件直上款的，但是密合度真的不好。这个缝隙的细节这边的细节，这密合度都修正好，前保的密合度缝都修回来了。再透过顶级精油的烤漆去做，这个效果是不错的。现在看起来反光效果不错，对不对？很平整。骑认真来看起来跟这个前保杆的状况都差不多，有没有？质感也不错。看得到反光吗？有。我记得这引擎盖是没开动的，我打开看一下。对，还没开起来。后续会开动。这个车的通病就是引擎机油整个的油温过高，所以呢，我们回去会把这个洞再开起来，让它真的实际大概会开在这个区域啦，就让这个排水盘的水可以流通，热气可以出来，水可以出去。这个宾士的 CLA 目前的这个价格已经大幅下降到非常多。虽然我没有特别去查这个车价格，但这个车其实还是年轻人热爱的中古车选项之一，是这样。造型很好看对它其实这个型我真的觉得它14、15就出这个车，这个车其实非常耐看，现在已经10年了，对不对？真的看不出来吧？越后面的 CLA 越漂亮，是真的，也算某种的老车翻新术了个人也非常满意也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一集改装也就是这样做到这边谢谢大家观赏这台 CLA 改爆龟特辑，什么都不改，什么又都改了的客人。好，谢谢大家观赏，谢谢。改车及制作影片不易，非常耗时耗工，续集请耐心等候。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